千万小心！各位许家孝子贤孙，上香敬祖，一拜家祖，今许家列祖列宗。献茶倒酒，爱拜土地，佑我许家兴盛。这么好的酒倒了都可惜啊，给我喝多好啊。芳芳，我想喝贡酒，是贡品，你给我拿嘛。再拜李成。许强，你说你姐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明明我才是她老公，她一天围这个傻子转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许家的女婿呢。哎，姐夫，别生气，我从省城回来这几天，早看不惯这个主妇，一天到晚啥也不做，就知道在我们许家白吃白喝，整整3年了，把我许家当冤大头，哼，把一个傻子当祖宗供着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老弟，你先别冲动。这个傻子虽然脑子不太聪明，但许老爷子临终前可说了，谁都不能对他不敬，不然……老头那是老糊涂了，他老人家哪里知道，这傻子3年来从未跪拜过他的牌位，这种白眼狼留他干嘛？个傻子，你不是爱吃吗？蹲下来，把他给我吃了！你浪费粮食，老天会惩罚你的。真是一个大傻子！谁是老天爷？在永宁村，我许家就是天，弄死你！许强，你干什么？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要敬重大树先生，你怎么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欺负他？姐，他一个傻子，赖在我们家3年不说，还没宾客懂礼数，不仅不跪拜父亲和许家的列祖列宗，还敢吃贡品喝贡酒，也只有你把他当宝贝，我们凭什么一直要养这个大傻子呢？父亲遗嘱，他说什么我们就怎么做，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树哥，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会保护你的。芳芳，我不是傻子。没事。他们这么凶，我好怕呀，看起来不像好人。老包，我卡里没钱了，给我转50万呗。50万，你要出去赌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。好你个许芳，这个傻子说要什么有什么。我作为你老公，你连50万都不愿意给我，我怀疑他要是要你的命，都丝毫不会犹豫。你胡说！我才没有让你老婆当我保姆呢，是芳芳喜欢照顾我，不信你问芳芳。傻子就傻子，说话一点不过脑。芳芳可是许家大小姐，放着荣华富贵不享受，心甘情愿去照顾个傻子？宋飞，难道你要和许强一起胡闹不成吗？我闹？我让你继续跟着这个傻子按摩吗？整个永宁村，连小孩都知道他是个傻子。你身为许家的少奶奶，天天跟着这个傻子转，你把我这个老公放在哪里？宋飞，我还要跟你解释多少遍？没有大树哥，就没有许家如今的昌盛。我现在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为了回馈大叔哥当年的恩情罢了。再说了，父亲临终前再三的嘱托过我们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敬重大叔哥。我希望你不要再小心眼了。不能欺负我，不能欺负我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报应？你这个傻子，在我许家白吃白喝3年也就罢了，让我老婆给你当了3年保姆也就罢了，今天的祭祀，你别说磕头了，你连一根香都没有上。诸位，我许家对这个傻子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，结果呢，
他像一个白眼狼。没错，我们许家如果让一个傻子拿捏住了，这件事传出去，我们许家从上到下，从幼到老，还怎么在永宁村抬起头来？所以我提议，要让这个傻子，在我许家列祖列宗的灵位面前磕10个响头，然后逐出许家。我赞成姐夫的提议。我也同意。我同意宋飞的提议。我也同意。傻子，跟我斗，你还嫩2下。小子，我劝你别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迷途知返还来得及。少废话！今天不是我宋飞一个人让你跪，今天是许家老老少少都要你下跪。要我跪？你们不配，许家的列祖列宗也承受不起。胡说八道！拿电过来！我让你胡说八道！电棍怎么会漏电呢？难不成？不可能，想必只是巧合。不过看这傻子也不吃硬的，看来只能智取了。哎，姐夫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？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等你操作了。傻子，既然你不愿意跪，那我也不勉强。你只需要带着这白花，在列祖列宗的灵位前磕3个响头，并且要全程佩戴着它，明白吗？等许家主母到来，看到大树在她老公3周年忌日戴一朵红花，这傻子必死无疑。嘿嘿，好，祠堂戴红花是天大喜事。傻子，这是白花，专门祭奠死人的。你骗人，这明明是红花。妈妈说了，骗人会倒霉的。姐夫，你不要着火了，快点打滚啊，快快快！这可是爷爷传下来的平安剑，300年都没问题，到我这里怎么就……今日之事，宋飞是祸根，他的行为断送了许家的家业，虽然不会顷刻覆灭，但从此许家再无安宁。你个傻子，胡说什么呢？许家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来插嘴。就是，要不是徐老爷子心善，让你留在许家，你早饿死在街头了。你在许家白吃白住3年，你真把自己当许家的主人了？你竟然敢让老子下不来台，必须严惩不贷！就凭你敢诅咒许家，我就有权利行使许家家规。来人，击许家长鞭，按例抽大树108鞭。我可是一个！诸位，在家母没来之前，一切要以我说的为准。许芳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刚刚这个傻子诅咒我们许家，你现在还在帮他说话？大叔哥说的都是实话，他没来之前，我们家的确如他所言。可他来了之后呢？我们家的变化，诸位也是有目共睹的，不是吗？所以父亲临终前才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嘱托我们，一定要敬重大叔哥。可你们呢？如果我们对待恩人是这个态度，那一会儿驾临我们家的顾松雪知道了，又会怎么看我们？明明送上门的合作，也会被你们的所作所为给葬送了。许芳，你太过分了！看在你是我姐的份上，我一再的忍让，可你所作所为太
让我失望了。我都怀疑你跟这个傻子树有一腿儿，不然你为什么一直帮外人说话？许发，够了！3年，整整3年，他们受够了！今天，要么赶这个傻子走，要么我们离婚。大老远的就听到你们在吵，祠堂乃是庄严肃静之地，不懂规矩。谁来告诉我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妈，都怪这个傻子！自从他来了祠堂，不烧香不跪拜，胸前还带着红花，他还诅咒我们许家不得安宁。我正准备用许家家法教训他呢。宋妃说的可是事实？阿姨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都是他们搞的鬼。这不信你可以问芳芳，问芳芳。够了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整个永宁村连3岁的娃娃都知道你是个傻子守村人。我许家可待你不薄啊，供养了你3年，你是个什么德行，我还不清楚。妈，你先不要生气，大叔哥是我们家的恩人啊，我们家能有今天全靠大叔哥，我们对待他要多一些敬重。许芳，你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他是个傻子，这是公认的。谁能相信一个傻子能帮到我们许家？我们许家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，那全靠着我带领大家拼命挣来的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妈说的对，而且很快天河镇的顾家就要过来拜访，那可是整个镇子的纳税第1名。难不成顾家的到来也跟这个傻子叔有关？他们是来找我的。信口雌黄！我教训你，你不知道什么叫闭嘴！妈，不要！放开，否则连你一块儿教训！过来，妈，等会儿，就这么教训傻子树，未免也太轻易了。依我看，杀鸡儆猴，按照家规，应该把他绑到外面的树上，鞭打300下，看谁以后敢对我许家不敬。来人，照我儿子说的做，给我把他绑大树上。妈，我求你了，千万不要冲动啊！实在不行，爸妈，你想想爸要是知道了，他在这里是不会安息的呀！你怎么回事？胳膊肘还往外拐，替谁求情不好，替个傻子给我下跪！你再不起来，我连你是女儿都不认了！大叔哥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，我们许家的人实在是太愚昧无知了。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生气，不要跟他们一般计较。你们要是把我惹生气了，我哄我开心的话，你们都会遭报应的。你这个傻子，生气有屁用？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嘴硬。你信不信？等会儿我让你生不如死，看你还能不能笑出声来。去，把他绑到外面的树上，这可是大傻子亲手种的树。怎么有股刺鼻的臭味？从哪里散发出来的？还不是这个傻子种的树闹的。前段时间有人从这里路过，经常被绊倒。这2天这树上又发出了新芽，3年没开花的树，能发出什么好啊？你个傻子，竟敢跟我们玩阴的！难怪3年前种的树，3年了还没开花，结果结了个臭芽。看来你是专门来恶心我们许家的。万物皆有灵，树芽本不臭，只不过是接收到你们许家的厄运，才会变成这样的。死到临头还在碰瓷儿我们许家，今天本少爷就拔牙砍树。
我看谁敢动大树先生！你们许家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了我的贵宾，信不信我一句话让你们许家灭门？哎呦，这想必就是天河镇著名的企业家顾松雪，顾总吧？真是貌若天仙呀！您能光临寒舍，可让我们蓬荜生辉了。哎，来坐坐。这是上好的龙井，你尝尝。是谁把他绑起来的？无知愚昧，还不快点给他松绑！顾总为何对一个傻子如此的上心啊？他在我们家白吃白喝了3年，我们家没一个人待见他，我们正准备把他既然你们许家不待见，那么正好，我们顾家要邀请他成为顾家的座上宾，还不快点给我的贵客松绑！你好，树先生，我叫顾松雪，想邀请你去天河镇的顾家走一趟。你是谁呀？我不认识你啊。跟你走的话，有海鲜粥吃吗？我最喜欢吃海鲜粥了。松雪，这就是个傻子吧？他怎么可能帮助我们顾家摆脱天劫？你爸不会搞错了吧？看人不能只看表面，我相信父亲的判断。来人，把我们的诚意拿上来。劳斯莱斯车钥匙限量款，价值5000万。这么多黄金，恐怕没有一个也拿不下来。房产证画龙，莫非房子是市中心龙都庄园？这一套得5000万。为了个疯子，顾家竟花了1个亿现金，疯了，真的疯了。树先生，您看这些够不够诚意？这些东西都不能吃，不好玩。呸！你个傻子树，就他妈知道吃这些财物，你不要我要，就全当这3年你在我们家的花销，明白？赶紧给我滚！什么3年之期未到，什么开花发芽，今天老子就扒了这个臭芽，断了你的念想，看你滚不滚！哎，不能摘，不能摘，不能摘！摘了许家都会遭报应的。你们都会当乞丐。许强，万物皆有定数，不可逆天而行。如果这棵树芽掉了，想要它枝繁叶茂，就需要更久。只有这棵树枝繁叶茂，你们许家才会昌盛100年，永世安康。如果象征气运的树芽掉了，许强你不仅会万劫不复，整个许家几百号的族人也会受到牵连。你真是个蠢货，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呀！老子要是听了你的话，那才是傻，不就区区一棵树苗吗？老子怎么可能怕它？别说树芽了，哪怕这棵破树，今天老子说砍，也就把它砍了。哎，许下放肆！大叔哥说的话不可不听。你放开！妈，你快劝劝许强啊，让他不要再这么冲动了。如果事情真的发生了，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。这棵树长在我许家的院子里，就是我许家的东西，我许家人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不过，妈，是不是可以不摘芽了？芽可以不摘，但这棵树吧，影响我许家的运势了。儿子，给我把这棵树砍了！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
这个许家到底是谁做主？听妈的！我这就去拿砍刀。妈，我求你了，你不要再跟他们一起胡闹了。我们许家有今天不容易啊！乔儿小心！作茧自缚，咎由自取。许强真的死了，大叔他预言成真了，他不是傻子。完了完了，我刚刚也说大叔坏话了，我会不会遭天谴了？爸，这个大树先生果然非凡，言出法随，似乎还有预知未来的能力。许家的小儿子因为不听大树先生的话，死了。大树这个少年有这本事不奇怪，不过小雪借此机会正好可以请到大树，只是大树可能脾气有些古怪所以无论他提出什么要求，有什么样怪异的行为你都要无条件的答应和尊重他。切记，千万不能走许家的老路啊！放心吧，爸，我一定把大树先生请回顾家。大树哥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弟弟他还小，他不懂事儿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替他给你磕头赔罪。许芳，你这么做没有任何意义。许强逆天伐树，气运已散，劫数难逃，我也无能为力。况且，许家并没有忏悔意思，他们依旧傲慢无礼。妈，宋飞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跪下求大树哥呀！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医生，我儿子他还有救吗？准备合适吧。舒先生，看在我为你服务这么久的份上，我弟弟已经自食其果了，求你不要连累许家。我曾经无数次给过你们机会，可如今命数已倒，许家暴露在天道之下，即便是我，也无能为力了。放屁！你少在这儿妖言惑众！你个废物，算什么东西？放肆！妈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
已经失去了一个弟弟，我不想再失去你了。你个蠢货，你干嘛要给一个傻子下跪？他不过是在这蛊惑人心。虽然你弟弟已经死了，但这纯属一个巧合。他毕竟也多活了3年。难道你忘了，当初大夫就说过，你弟弟命不久矣，所以他什么时候走，我心里早有准备。妈，你糊涂啊！难道你忘了吗？徐强之所以能多活3年，是大树先生当年做的一幅字画挂在了弟弟的房间啊，这才起了作用，不是吗？一个为我写的破字画，晦气！前2天我早把它当成垃圾扔了。愚蠢！是你这个亲妈亲手杀死了你自己的儿子！树先生，我能邀请你前往天河镇顾家吗？想请我出仕助力顾家，需要破釜缺枪，你们做好准备吗？树先生，只要你能拯救顾家，任何代价我顾家都能接受。希望你们顾家不是下一个许家。走吧。树先生，我们许家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，求求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马宋飞，你们快跪下给大叔家赔礼道歉呐！让我给一个傻子下跪，想都别想！我就算跪，我也只跪天跪佛。我们许家在村里好歹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跪一个傻子，成何体统？很好，我就喜欢你们许家桀骜不驯的样子。大叔哥，他们愚昧无知。许峰，念在你照顾我多年份上，不跟你计较。你当真还要冥顽不灵吗？天道不可违，机会已经给过很多次了，是他们不懂得珍惜，怨不得别人。树先生，我们走吧。都是因为你们，徐家传你完了。你们要是还有点脑子，就跟我一起出去挽留大树先生，不然徐家真的会遭受灭顶之灾。只有挽留住了大树先生，我们许家才能免去灭顶之灾啊！徐峰，你别一惊一乍的，我看你就是想太多了，就是把这个傻子给神化了。这些年，这个傻子确实说了一些语出惊人的话。这些东西摆放的位置不对，换个地方就能发财。喂，真的？你想我真拿下了？你们许家阴气太重了，我写幅字画用来除阴避祸，但这绝对不是长久之计。虽然这傻子说的话有些也都成真了，但是谁能保证这不是巧合呢？如果他真的有预言成真的能力，他为什么还要留在许家？为什么我们许家到现在还只是村里的首富？还不是因为你们蠢啊！如果一直听大树先生的话，许家现在早就是省城的第一世家了。不就是挣了点小钱吗？就让你们飘到天上去了。难怪树先生说我们许家罪孽深重，原来祸根都在你们这儿啊！许芳，说你傻你还不承认？我看这个大树，他就是想让我们许家白吃白喝，才说出这些害人的话来。我们呀，都被他给骗了。宋飞说的对，还是宋飞看得清楚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你看看你自己都干了些什么，整天围着一个傻子转，在村里闹得风言风语的，那宋飞多难堪呐！妈，闭嘴！我不想听你说话。许家之所以有现在的成就，
那都是靠我跟宋飞一点一滴打拼出来的。没错，现在没有那个傻子，我们许家只会越来越好，家族契约只会越来越昌盛。我许芳的家人怎么会像你们这样目光短浅呢？你说许家是你撑起来的，你自己什么水平你不清楚吗？你一个初中都没有上过的中年妇女，你拿什么让许家步步高升？还有你们有什么本事能让许家繁荣昌盛啊？许家的产业，你们怕是连皮毛都不懂吧？忙前忙后，忙什么？还有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大树哥？难道你忘了吗？为什么你的背上会无缘无故的起火？怎么了，宋飞？我没事。许家不可能因为一个傻子就改变命运，对，绝对不可能。没错，难道我许家离了一个傻子就赚不了了吗？我许芳没有你们这么蠢的家人，简直没救了。站住！你去哪儿？不许你求的！你们不想活，我还想活，我一定要把大树先生求回来。你这个不孝女，竟然为了一个傻子，连自己的母亲和丈夫都不要了吗？站住！要是敢踏出这个门，我许家就跟你断绝关系！赶紧把这个傻姑娘给我抓回来！害死我儿子，怂恿我女儿，去给我把这个傻子解决！舒先生，舒先生，请留步。二叔，你先把车开过来，让先生少走些路。舒先生，您稍等，车马上就到。不着急，许家琐事还没结束呢。舒先生，许芳，你犹如许家，我是代表许夫人前来拿你，带走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舒先生，救我！舒先生，许芳，你居然想着让一个傻子来救你，你可真是我的好老婆。把许芳关进书房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放出来。带走。舒先生，现在轮到你了。你想干什么？现在舒先生可是我顾家的贵宾。顾小姐，我劝你别多管闲事。这个傻子在踏进你们顾家大门之前，真是我许家的一条狗。我许家不是谁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能走的。今天他要是不留下点什么东西，我许家颜面何存？舒先生，我没有办法陪您回顾家了。凡间之物难以伤我，你不该为我挡道的。你的诚意因果，我收下了。放心，我不会辜负你的诚意的。我没死。我念你是许芳之夫，不与你计较。若有下次，天谴将至。许夫人，还希望您能有个心理准备。什么？夫人，我就先走了，您保重身体。节哀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你说这许夫人会得什么病？看她满面红光的，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吧？不好说，你看她看体检报告时的那份惊讶，估计是不小的病。难道砍到那棵树，许家真的会像舒先生说的那样，一步步走向灭？他到底在看什么？
又好像在等什么。树先生，我家中怪事不断，病魔缠身，恳请树先生出山拯救我家族。许无畏，我本想助你一臂之力，让你许家繁荣百年。毕竟你许家后人许富贵以命相抵，可惜许家上下只有许芳一人有慧根，其他的人与我无缘，更与名利无缘。我已信守承诺，许家的路以后该怎么走，走到哪都跟我没有关系。天哪，现在可是盛夏8月，怎么会突然下起大雪？天遭异象，还是在大树先生离开之际。看来许家是彻底的完了。怎么了吗？难道……还好我眼不花，仔细看了名字。虽然说是个糖尿病的中期，可这不是我的体检报告呀！你们怎么回事？拿别人的体检报告给我，吓我一跳！抱歉，徐夫人，是我的失职。您跟这位糖尿病患者的名字太像了。这个饭才是您的。我就说嘛，我身体这么硬了，怎么可能会得糖？什么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完了，全完了！原来那个傻子说的都是真的，是不可能！难道当初傻子说的都是真的？哇，好多好吃的！哎，你们快吃啊！快吃，别等我。吃！那个傻子就知道吃。你吃不下饭，是因为你心中的恶在作祟。你只有一心从善，才会万福起来，否则你体内病毒会随时触发。你们这群庸医，一定是你们诊断错了，不可能，我不信。徐夫人，还请您淡定，您太激动会影响病情。因为您是我们医院的 VIP， 我们非常重视。体检报告出来以后，拿到市里做过复核，经过专家确诊的。一群庸医，一群贩豆，我不信！如果您这么认为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不，你不能走，医生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我还不想死啊！夫人，虽然是肺癌晚期，但只要积极治疗，还是能多活几年。只不过治疗费用可能会很高，起码得上100万。没问题啊，不可就是100万吗？只要能治好病，我们不差钱，不差钱。我要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药啊！对，别说100万了，1000万我们都拿出来。我们徐家有的是钱。董飞，你装什么逼啊？你有1000万吗？哪儿来的野狗啊！也敢挑衅我的顾家？董飞，好久不见，还记得我吗？你们搞什么？我他妈干什么？欠债还钱。要是没有钱，就按照合同办事儿。现在这4合院，还有你们许家所有财产，全部没收。你们是谁？凭什么没收？你问问你的好女婿宋飞，不就全都清楚了？怎么回事？快说呀，宋飞！妈，我没想到他们会找到这里。前段时间我赌博欠了5000多万，我只好把许家的4合院还有一些其他财产全部抵给他们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本来已经没事了，他们说给我3个月时间凑钱。大叔那个傻子说3个月之后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谁？出来！小飞飞，是我呀，要不要跟我一起玩？没空搭理你这个傻子，滚开！你是不是有麻烦了？我可以帮你啊。需要你这个傻子帮忙。
宋飞，纸包不住火，你最好就是坦白。如果3个月之内不赌，没有赌的想法，3个月之后，一切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难道是因为我前段时间找许芳借钱，不赌博的面被大叔说中了？他不是傻子，他不是傻子！天遭异象，许家现在估计已经大乱了。大树先生，您不必难过。3年感情化为虚，只能说师道寡助，一切皆有定数。树先生所言极是，许家人愚昧浅薄，不知您的本事，是他们有眼无珠，罪该万死。树先生，车已经开过来了。小小一个许家不足挂齿，没了就没了，还请您尽快赶往顾家。叔叔，你别催树先生。我想，先生既然已经允诺，便不会食言。树先生，您一定会信守承诺的，对吧？你的想法是？我想，许家已经让您彻底失望了。他们许家有眼无珠，频频让大树先生受委屈。而且您种了3年的树，他们说砍就砍，完全没把您放在眼里。即便你曾经许诺过什么，那如今也一笔勾销了，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吧。顾家的晚辈倒是有些慧根。多谢先生夸赞，松雪受宠若惊。松雪向您保证，我顾家跟许家绝对不一样。您到了顾家以后，哪怕什么都不做，我们也会以最高的规格相待，不会让您感觉到一丝的怠慢和不敬。还不够，你们顾家诚意是有了，但还不够。这还不够？不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哼，真是的，什么都还没做呢，就开始摆架子喽。不好意思，树先生，我叔叔有些鲁莽。树先生还需要什么，我顾家一定竭尽全力。我在许家有许芳照顾，去你们顾家可知做什么？树先生的意思是让我做您的仆人。哎，我说哥们儿，差不多得了。你种树有什么本领？这也太欺负人了吧！我侄女堂堂千金大小姐，你这不是侮辱她吗？一切造化，只渡有缘人。嘿，我树先生，只要能够拯救顾家，我可以牺牲一切。别说让我做您的仆人了，就算要我的命也可以。不过先生，您是否能随我先回顾家？只要家父容许之后，我义不容辞。爸，这个大树先生果然非凡，言出法随，似乎还有预知未来的能力。许家的小儿子因为不听大树先生的话，死了。大树这个少年有这本事不奇怪，不过小雪借此机会正好可以请到大树，只是大树可能脾气有些古怪。所以，无论他提出什么要求，有什么样怪异的行为，你都要无条件的答应和尊重他。切记，千万不能走许家的老路啊！放心吧，爸，我一定把大树先生请回顾家。哎，不是我说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顾家身家上百亿，我顾家的小姐岂能让你如此糟践？二叔不可。我受点委屈没什么，要以大局为重。这是委屈吗？这是打我顾家的脸面啊！脸面重要，还是顾家的命运重要？唉，你这……树先生，在下顾松雪，愿侍奉先生左右。走吧。松雪已经请到了树先生，我们顾氏有救了，顾氏有救了呀！顾总，您口中这个大树不过是个少年，真的有逆天改命的本领？是啊，顾总，据我所知，这个树先生的资料一片空白，不会是骗子吧？一群凡夫俗子，你们懂什么？我警告你们，质疑谁都可以，不能质疑树先生。哼，
我顾家什么时候低三下四过？如果这大树徒有虚表，我一定将他大卸8块。树先生，我已经将您要去顾家的消息告诉我父亲了。现在顾家全族和全公司重要人员此刻应该站在外面迎接你的到来了。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？我可告诉你们，树先生现在是我们唯一的救命稻草。等他到了，一定要恭敬再恭敬。现在，所有人员跟我一起到公司大门口，去迎接树先生。别在那里唧唧歪歪的，有什么话大声说出来。部总，我们是觉得吧，从永宁村到我们这里，起码也要2、3个小时才能到达。现在出去迎接，没意义呀。你懂个屁！这叫虔诚。你们到现在还把树先生当成一个凡人，眼界太低。为了顾家以后的前程，也说在门口等2、3个钟头，就是等上1天也是值得的。你们谁不想去？现在立马滚蛋！是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姐妹们，我要回趟市里，明天有一场比赛。巧了，我也有事儿，学校让我回去一趟。你们都有事儿，那我也有事儿，一起走吧。等会儿，怎么了？我先去把茶水先结一下。拦住他！看来我们4个收到的消息是一样的，许家完了，树先生被顾家邀请走了。我要去顾家，我要见树先生，这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我们也要去见树先生。松雪，我们不去公司，直接回家。可是树先生，家父和家中长辈都在公司门口等您呢。要不这样，我通知他们回顾家接您。不可，造化弄人，这也是顾家代价之一。你若告知，必遭反噬，可懂？多谢树先生提醒，松雪明白，一切都按先生的规矩来。李叔，直接回家吧，走华东路。好的，顾总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华东路会经过父亲的公司，他看到我的车应该就懂了。只是不知树先生有没有识破我这个小伎俩，他不会因此生气吧？三叔，我受不了了，他们还有多久才能到啊？大家再坚持2分钟，松雪和树先生马上就要到了。哎，三叔，这什么情况？松雪怎么走了？他还去哪儿？都是命啊！松雪和树先生回家了，一时半会儿大家是见不到树先生了。三叔，你是在这站傻了吧？说什么胡话？既然这什么树回顾家了，那我们傻站着干嘛？也回去不就得了？不可！都给我听好了，树先生什么时候出现，大家才能离开。这是我们的使命，事关顾氏一脉的生死，不可轻举妄动。要站你们站，我放着好日子不过，跟你们在这里受苦，都是贱骨头啊！老子就不信了，我走了又能怎样？哼！哎你！出什么事了？公司那边有人受伤了。对不起，树先生，我有罪。你何罪之有？我不该耍小聪明，绕路出现在公司门口。是不是因此我表亲才遭此难？会不会影响到家父啊？你想多了，你确实冰雪聪明，
见招拆招，但并未影响规则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的表情怎么会？天机不可泄，不动则安。老规矩，先种树。好的。三婶，你去库房挑一棵最好的树苗过来。好。宋雪，市里4大千金追到天河镇了，怎么办？不能让他们进入天河镇境内，否则我们就功亏一篑了。树先生，我有些急事要忙，让三妹留下，她会听从你的安排的。你先忙吧，不用管我。多谢树先生，你一切都要听从树先生的安排，有什么要求都要满足他，知道吗？明白了，宋学姐。走吧。放这儿，放这儿。树先生，树苗来了。这树不可一日枯燥，需即刻浇树。这还不简单？你们2个去打2桶井水来。先前我对许家有过承诺，这才野魂栽树。顾家没有这般气运，只能用珍贵之物固树，只看他们有无慧根和造化。树先生，水已经取来，现在可以浇树了吗？哎呀，这一棵树而已，什么时候浇不是浇？你们2个赶紧把树浇了，一会儿啊送树先生去公司。哎呀，顾总年近半百了，一站就是10几个小时，这身体吃不消啊。不可。这树先生，你难道是说让我亲自浇吗？顾家的玉必须要顾家人去种，况且这井水浑浊不堪，不是浇树。这井水哪里浑浊了？我们都是用它来烧水喝的，你别不懂装懂啊！再说了，不就一棵树嘛，不浇水难道浇牛奶啊？不浇水难道浇牛奶啊？真是冥顽不灵。你们顾家请我来，若不是能以我为准的话，我走便是。树先生，您别见怪，我妈妈她也是心疼顾伯伯。您的要求我们都会满足，听您的，我们换水。啊，行，换水就换水。你们2个去打桶清水来。凡间清水地下流，虽不浑浊，但饮不尽，难以润树。哎，你小子，这清水我们自己都拿来洗漱的，你说不干净，是骂我们不干净吗？我并没有此意，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哎，从你到来，你就坐在这儿藤椅上，你知不知道顾总站在公司门口，你分明是为难我顾家，这树不浇也罢。当真不浇？你这井水也不让浇，清水也不让用，我拿什么浇？我们顾家请你来，不是让你来当祖宗的，更不是让一棵树来当祖宗的。即便如此，我走便是。不过，我一旦踏出这个顾家的门，你们要再请我，即便是上刀山下火海，也无济于事。树先生，实在抱歉，我们不应该顶撞你，但你也不讲到底用什么水才能浇您种下的这棵树，这清水和井水都被您否定了，
我们也是着急呀。不是我不讲，是怕你们顾家无力承担。真是搞笑！我们顾家财力雄厚，什么水我们买不起。讲到这里，我就不得不展示一下我们顾家的财力了。天山圣水你听说过吗？市面上5000块钱一瓶的天然水。妈，你说的是全球限量1000瓶的天山圣水？不错，妈也没喝过。你顾伯伯囤了10几瓶呢，你知道放在哪里？妈，这天山圣水应该可以，你去取来。行。拿来我看看。谁让你喝的？你知不知道这水多贵？就算再名贵的水肉都可能不过是工业垃圾，难以认输。你说什么？好你个死骗子！骗谁不好，骗到我顾家来了。我实话实说罢了。狗屁实话！从你小子到这儿来大半天了，什么本事没展现出来？倒挺会吹牛逼的，还忽悠我拿来价值不菲的圣水给你喝。你即便不是诈骗犯，也是混吃等喝的神棍子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让顾松另请高明吧。舒先生，请留步，还请舒先生点拨一二，我顾家到底用什么水才能有资格教您种下的这棵树？女儿，你别跟这个神棍废话，连价值几千的圣泉水都不能满足他的需求，我看这世上还有什么水能入他的法眼？我看他什么都不懂，只知道一味的找借口。妈，我看这次是您错了。就算您不相信舒先生，也应该相信顾伯伯还有松学姐的判断。他们识人辨人有一套，我们呀还是应该对舒先生敬重一些才比较好。啊，行，我敬重你，我倒要听听看，你想让我们用什么水来浇灌这棵树？最快的方式，顾家自然也要付出代价。若想浇此树，需要天山之巅的水，配合千年野人参，用千年茶叶制作成千年人参茶，静等9981方可倒入。你敢耍我们是吧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扔出去！你小子居然敢耍我们！若按你所说，别说我们顾家，连皇上也喝不上，这跟让我们降天山七星给你有什么区别？你们顾家就这么对待客人的？你算什么客人？我们顾家带着满满的诚意邀请你来。我们顾家男性从老到幼站在公司门口等你，一等就是几个小时。他们伤的伤，晕的晕，而你呢？你为顾家做了什么？他们确实受累了，但此乃是顾家的义气，定数如此，我也。你们都退下！听丫头的，都退下吧。舒先生，您刚才所说的要求，我顾家确实难办到，而且就算能做到，也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。不合，最多半日。而且，除了水，这菜园的土也不行，需要昆仑山的黄土，才能压得住此树。又开始胡说了。我看这树要的就挺好的，你怎么不让我们顾家上天挖土给你啊？还昆仑山，昆仑山在哪儿你知道吗？余卫，我有心帮你们顾家，却被一再质疑。纵使我有千般诚意，也有心无力。也罢，让顾松雪为顾家自寻后路。顾家与我无缘，不可强求，让顾松雪自寻后路。站住！你小子就这么走了，不合适吧？怎么不合适？
我们听你的，树也摘了，躺椅也做了，上千元的圣水也给你喝了，不给我们顾家留下点什么？你以为我们顾家是什么？妈什么妈？这是原则问题。说的没问题。笔墨四方，去给他准备我们房四宝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玩出什么花来。怎么回事？妈，树先生不见了。妈，树什么树？那骗子见被我们拆穿，早跑了。可是，刚摘的那棵树，它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完了完了，这下我怎么跟松雪姐交代啊？没事儿，不就一棵树吗？这棵树不行，那就换一棵。来人，把这个树扔了，再种一棵。妈，就算我们把树换了，可是树先生已经被我们气走了。松雪姐回来，我们怎么向她交代？这不是还有这个吗？别慌，至少他留下了这个。到时候啊，我们就说我们已经尽力配合他了。不过这小子故意刁难我们，我们已经做到我们应该做的了。到时候就把这个给他交差吧。妈，松雪姐是让我们对树先生言听计从，您不应该咄咄逼人把他给气走的。这能怪我吗？那臭小子说的是人话吗？啊，说什么要天山之巅的水如何千年的野山参，他怎么不让我去把王母娘娘给他请下来？我觉得树先生他是在考验我们，只要我们多一些耐心，或许会有其他的破解方法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让你们栽树怎么搞成这样？夫人，我们就是被这个树给烫伤的。妈，你快看，这棵树它怎么在冒烟啊？妈，看这树，你快看这棵树，它怎么在冒黑烟啊？我就说这大树不安什么好心，请他来帮顾家，你看他都干了什么，栽了个什么玩意儿？啊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看不见了？女儿，你在哪儿？妈，你不应该污蔑树先生的，这都是我们的报应啊！完了，这下真的完了，肯定是我们没有听从树先生的指示，还想去拔树，这才导致黑暗滚滚，你请万物有灵啊，妈！刚才也就几秒钟，大树便从我们眼皮底下消失了，难道他真的非凡同享？女儿，你可别吓我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妈，我们去找松雪姐，她一定有办法能再次求来树先生。好。终于还是回到这世外桃源，世间的喧嚣再与我无关。小璇，3年未见，你这气息越发不稳。若不是树先生吃寿，小群恐怕在民国早被饿死了。能活到现在，非常知足了。只可惜老太婆我大限将至，以后不能陪伴先生左右，实在遗憾。小璇，你应该回龙都颐养天年。小璇，生是先生的仆，死是先生的魂。若非先生出手，我不可能成为一代投资女王。我的曾孙，如今也不可能是亚洲第一财团。这恩情，
我老太婆为奴为仆一生，也报答不了先生啊。也罢，你先行下山。先生，我不走。我并非赶你走，而是有客人要来。哟，许家还有这么漂亮的小娘子呢，真是捡到宝了。你们是谁？给我出去！让我们出去？你怕是没有搞清楚，现在这个地方他已经不再姓许了。你要是同了我，一切好说，让你留下来，在我身边做个丫鬟，否则你就得跟你的家人一起露宿街头。老公，妈，救救我！你们在哪儿？老公！灭魂兄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主人，我听到许芳呼救，你不去救她吗？既然你出来了，就陪我下盘棋吧。可是许芳她……放心，许芳伴我多年，我怎么会立她于危墙之下呢？你只管陪我下棋，她很快就到。你老公宋飞啊，他不经打，已经昏过去了。你只要听话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受皮肉之苦。你们别管了，相信我对你们不客气。臭娘们儿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来人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，一起享受。你是人是鬼？怎么回事？难道是舒先生的庇护？哎呀！怎么会这样？昨天之前，咱们还衣食无忧，今天就流落街头了，为什么呀？老婆，你想想办法呀！我不想流落街头，我不想过苦日子，你想想办法呀！现在知道求我了，当初为什么不听我的？芳芳，你也别指责宋飞了，咱们一家三口得团结呀。妈得了癌症，也算是遭了报应，哪怕是流落街头，妈不怕，可是妈不想死啊！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许家的账户被冻结了，我也身无分文啊！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许家的账户被冻结了，我也身无分文啊！当初让你们听我的，不要赶走大树先生，你们非要一意孤行，现在叫怨谁啊？怪我，都怪我！许芳，你这么做没有任何意义。许强逆天伐树，气运已散，劫数难逃，我也无能为力。况且，许家并没有忏悔意，他们依旧傲慢无礼。对了，找大树，芳芳，你去找大树呗，我们再也不会质疑他了。你把大树找回来啊！我们给他下跪，给他磕头。我们这次真的知道错了。你们这么着急的叫我回来，到底有什么事情？知不知道我刚才在和四大家族的千金会面，他们可不好对付。宋学姐，没什么大事，我不敢打扰你，但我怕说出来让您生气。这树，它……三婶，你都干了什么好事？是不是惹怒树先生了？他人呢？松雪，对不起啊，
三婶的错，我不该不相信苏先生，更不该不听他的话。我只是宗学姐，没完成您给我的任务，我不找任何借口，一切责任接在我身上。您给我任何惩罚，我都接受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如果我惩罚你，能让树先生回来，这事情倒容易了。你们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我和松雪好不容易把树先生给请回来，你们倒好，人没待上半天，哎，找不见人了。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松雪，宋先生倒不是什么也没有留下，你看这个，这是他的字画，他亲自写的。顾松雪，你手里的字画给我吧，我出价1000万。咱们又白跑一趟，舒先生已经离开顾家了。不过赵露，你花1000万买一幅现代字画，怎么讲呢？就是，顾松雪手里的宣纸，打老远一看，质量就一般，别说1000万了，10万都不止吧。不对，我觉得赵露应该有别的想法，快说说看，别瞒着咱们姐们儿啊！看来他们仨都没听到。顾松雪手里的字画是树先生所写，这样也好，没人跟我抢了。虽然暂时不知道字画的作用，但它是树先生亲自写的，肯定会有大用处。我怎么可能会瞒着姐妹们呢？你们也知道我喜欢收集东西，字画也是其中一类。顾小姐，这个字画1000万能卖给我吗？赵千金，松雪和家事先怠慢了。树先生留下了这幅字画，那他有说其他什么吗？树先生留下了这幅字画，那他有说其他什么吗？即便如此，我走便是。不过，我一旦踏出这个顾家的门，你们要再请我，即便是上刀山下火海，也无济于事。树先生他说，他要是走了以后，要是再想找他，就算上刀山下火海，也没什么用。诸位，现在顾家已经无路可走了，你们都是顾家的核心成员，所以即使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们也要把树先生给请回来。对不起，赵千金，这字画我不卖。5000万呢？这是树先生留下来的字画，就算1个亿我也不卖。这是树先生留下来的字画，在松雪眼里是无价之宝，就算是1个亿我也不卖。宋学姐，我知道顾家现在举步维艰，公司今天都停业了，正是用钱的时候，我出10个亿，至少能帮公司解决现有难关。松雪，10个亿不少了，至少宋先生的这幅画起到了最大的作用。松雪，明天公司的订单不按规定发出，赔偿金总计差不多就是10个亿啊，这至少可保我们1周啊。对呀，宋学姐，这幅字画是树先生亲自写的，我觉得不能卖。你这个死丫头，懂什么？我就不相信只有那个大树能帮我们。这10亿收下，我们就有1周的时间喘息。凭我们顾家的财力，我就不相信7天之内找不到一个高手。松雪，你别忘了，我哥也就是你父亲，还有其他叔叔伯伯们，他们都在公司门口站着呢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们命都要没了呀！难道只能如此了吗？主人，为何不看了？结束已定，无需再看。顾松雪和许芳不是一类人，许芳的话肯定会写字画，但顾松雪的话，他是商人，难说。令魂兄，这3年你远离我身，看遍世间百态，沾染凡间熟习，有这般想法，不足为奇。
主人的意思是顾松雪不会选10个亿，我们静观其变。我也想要这幅字画，顾小姐，我在10亿的基础上再加2，你看你卖不卖给我？不是，你们怎么都开始竞价了？既然你们都想要，那我也想要，我出15亿。松雪，快卖吧，趁热打铁啊！过了这个村儿，等他们热情消散，就没机会了呀。顾小姐，求您了，让我见舒先生一面吧。我看您有些眼熟，但我想不起来了，你是？顾小姐，之前我们在许家见过一面，我是许家的少奶奶许芳。原来是许家的人，是你们赶走了舒先生，有什么脸面在请？顾小姐，我求您了，让我见舒先生一面吧。许家不能没有舒先生。自从舒先生走之后，我妈就被确诊为癌症晚期，我老公欠下巨额的赌债，许家所有的资产都被抵押出去了，我弟弟也死了，我们一家3口现在已经家破人亡，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气运已散，万劫不复，许家，这不全灵验了？我很同情你的遭遇，但我实在无能为力，因为舒先生也不在我这儿。二叔，这字画我不能卖，我们现在应该立刻出发去找舒先生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必须把他请回来。舒先生，顾家罪人顾松雪，跪请舒先生原谅。若有刀山火海，顾松雪义无反顾，只求舒先生能够看见顾家的真心。许家罪人亦是如此，还请舒先生念在许芳3年陪伴的份上，出手相助。还有我们4大家族。主人说的客人终于到了。我家主人在云山之巅，想要见他，爬上山顶便可。是我眼花了吗？这不是传说中的投资女王周小璇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周小璇？难道是70、80年代叱咤国内，被称为金融女皇的周小璇？这怎么可能？爷爷生前的时候提到过，可是他那个时候已经年过半百了，怎么过去了半个世纪，他还这么年轻？等等，不对，哪里不对？他的本事这么大，算传奇人物了。他刚刚叫舒先生主人。你们谁是许家？是我。还有我。你应该就是许芳了。谢谢你照顾我家主人3年，只可惜你许家无知愚蠢，浪费了许无为的良苦用心，更浪费了许富贵的一条命。您怎么会认识我家先祖？说来话长，不过我只是舒先生的仆人，没资格说多少。先生交代让我在这儿等你们，为你们引路。连赫赫有名的周小璇都是舒先生的仆人，那我又算什么？难怪之前说做舒先生的仆人他没有什么反应，原来是我连做先生仆人的资格都没有。都起来吧，我家主人说了，想要见他，就要爬上云山之顶，不过不可走近路，只能沿着悬崖边爬。若是爬上山了，便能有机会见我主人。不过丑话说在前，悬崖峭壁上时不时有尖刀出没，一不小心就会命丧黄泉。你们可想清楚了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刀山火海其中之一？松雪，
我和丫头我们就不去了吧，我们就在这儿等，跪着等也行啊。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如果顾家倒台了，我们照样完蛋。你还没有你女儿懂事，去与不去选择权在你，不过后果也请你自行承担。走啊，妈！顾家现在岌岌可危，你觉得我们还能苟活吗？走。你们呢？怎么说？妈是想去的，可是妈这个身体就怕撑不住啊。哎，不然你跟宋飞上去吧，妈到时候就在这儿，哎，跪着祈求保佑你们平安。要不你代表我们许家去？送货！事情因你们而起，你们却让我来代替。纵使我过了这刀山，见到了树先生，你们让我怎么开口？算了，我们还是流落街头当乞丐吧。反正树先生没来之前，我们家和乞丐有什么两样？别！这刀山我爬，可你得好好照顾妈妈，妈妈还不想死呢。我虽然恨你，但毕竟你是生我养我的母亲，就算我死了，也不会让你死的。哎，等等我！等等我！你来干什么？一家三口就要整整齐齐的嘛，我也去。与其被追着打死，倒不如冒险一次。有许芳这个棋子在，大树应该不会太绝情。只要许芳不死，我和老太太应该都能活下来。怎么说？去还是不去？我倒是想去，可这爬山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噩梦，更何况还是刀山，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？难不成我们现在打退堂鼓回去？上不去，但也不能走。我看我们就留在这儿，至少能等到树先生回来，见上他一面。云辉兄，我观你心神不宁，所谓何事了？主人见笑了。正如主人所言，我习惯了人间烟火，集市热闹，忽然在这一方净土前，还真有些不习惯啊。不急，很快就有热闹看了。刀山火海已具备，人各有命，已成定局。二叔、三婶、三妹，你们按照我的攀爬轨迹爬上来，应该会安全些。快上来吧！好，别怕妈，你听我说，别担心，我们跟着顾家呢，应该不会出大问题的。啊，妈交给你了。哎，这还有一半就到山顶了，剩下的路，咱们一起爬。俗话说得好嘛，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啊。不是妈呢？我让你在后面是为了照顾咱妈，等我上去之后，我用绳子把你们俩拉上来。你怎么？媳妇，妈爬不动了，快救救妈呀！妈，你再给我10分钟，我马上就到山顶了。啊！妈的手被利刃刺穿了。妈，媳妇，他知道错了，我还有来世，妈一定会善待树先生，善待万物的。妈，你一路走好，下辈子我还做你的女儿。妈，下辈子我还做你的女儿，您一路走好。老婆，救我！救！我就知道，自从树先生种下的树被砍掉以后，我许家就祸害不断，命途多舛。
想要逆天改命，这根本就是痴心妄想！你别胡说！你不是舒先生的仆人吗？你去求他，他一定会救我们的。我哪还有脸去找什么舒先生？既然天要灭我许家，我只能顺应天道。师父，不要，不要！大叔，你不得好死！师父，我这辈子也不会放过你的！不要，不要！你呀，又动了凡尘之心。主人，许芳有难，我不得不管。这3年来，我入黑帽，每天都是他精心清洗的，这份恩情，我怎么能忘呢？命魂兄，你我同体，皆为黎民。我早就为许芳种下了一身安康种子。你不出手，他也无碍。什么情况？他们不是摔下山崖了吗？现在怎么又出现在山顶了？宋学姐，这一定跟舒先生有关。听说许芳她之前服侍了舒先生3年，所以她应该是……没错，舒先生的能力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大。这舒先生到底何方神圣，竟有起死回生的本事啊！我居然还活着！舒先生，是你救了我吗？果然，只要抱住许芳这个棋子，即便遇到危险，也会化险为夷。有大树这个神人照顾，我宋飞东山再起，指日可待。老婆，等等我。命魂兄，你看，他们来了。诸位，止步吧，前方就是火海，凡人难逃此劫。先生，罪人顾松雪管教不严，惹怒先生，特来请罪。无妨，这世间还未有何事能惹怒于我。我不生气，请回吧。先生，松雪此次前来没有回去的打算。您说上刀山下火海，松雪已经完成一半，这火海我挑定了，只希望先生能够移驾顾家，去除黑岩扶正树苗，替我顾家躲过灾劫。掉入火海，灰飞烟灭。顾松雪，想好了吗？为了家族振兴，松雪万死不辞。先生，无论松雪受到什么惩罚，为了顾家，也为了向树先生请罪，值了。既然你想好了，我就不再多劝。人各有命，我不知道你选的是对还是错。因果轮回，已有定数。天哪，这火坑堪比太上老君的炼丹炉，就是孙大神跳进去，那也要脱层皮啊！何况我们普通人。松雪，你要三思，跳进去尸骨无存了。是啊，松雪，是婶子对不起你，你就放心的去吧，我会代替你，给你老爹养老送终的。宋学姐，如果可以，我愿意替你跳这火海，但我连跳这火海的资格都没有。你放心，顾伯伯，我会像对亲生父亲一样对待他。
先生送的字画显灵了，竟然将松雪安全的救了出来。是。妈，二叔，我就说这字画不能卖，还好孙学姐坚持了，要不然怎么能在关键时刻救她一命？多谢舒先生救我性命。并不是我救你，而是你自己救了你自己。我说过，因果已定。先生，刀山火海，松雪都已经走完，先生是否能移步顾家？先生，请喝茶。松雪，你这仆人我就收下了。多谢先生抬爱。那顾家，你既是我的人，顾家可以再续。先生，我也愿意跳身火海，还请先生救我许家，救我母亲。许家气数已尽，你母亲也跌入山崖，粉身碎骨。纵使我有万般本领，也有心无力。许芳，因果难改。既是这样的话，你还愿意跳吗？家母已去，许家败落，于我而言，世间最亲的人，非先生莫属。可先生已有仆人伺候，我没有资格再伺候先生。与其苟延残喘，不如奋力一搏。即使是生与死相隔，我也要奔赴先生。火海怎么消失了？许芳他身上为什么在发光？难道是舒先生的庇护草？老婆，等等我。宋飞，宋飞呢？人呢？莫喊了，宋飞已葬身火海了。宋飞就这么没了？可是舒先生，为什么我没事啊？禁酒不吃吃罚酒，来人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，一起享受。你是人是鬼？先生，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许芳已经无家可归了，还请先生收我为仆。许芳，许芳，我知道你心不在这里，强留不义。舒先生，这是……你想拯救许家，天命难违，但并非没有一线生机。许芳姑娘，你带着信前往龙都欧阳家。龙都第一家族族长欧阳俊是我曾孙，他看到信后便会妥善安排你。当年你许家先祖对我有一饭之恩，我看你也是良善之人，且照顾我家主人多年，助你一臂之力。小璇，这里交给你，我去顾家处理一些事情。是，主人慢走。舒先生，我们还会再相见吗？沧海桑田，一切随缘。周璇，把字画给我。别碰它，它已经废纸一张了，不但没用，
还有毒，让它自行消失吧。先生，自从你走后，这个树叶子掉光了，而且还不停的流血，怎么办啊？他已经错过了最佳滋润时间了，哪怕现在拿千年人参茶和昆仑山的黄土掩盖，也起不了任何作用了。都怪我们错过了最佳的时间。树先生，难道没有其他的补救办法了吗？有是有，只是代价有些惨重。树先生，刀山火海我们都不怕，还有什么代价是我们承受不起的？您尽管讲。以血养树。先生何意？难道是让我们将自己的血滴在这棵树苗之上？对，又不完全对。树苗是有灵性的，它会根据每一个人做出不一样的选择。总之，会有生命危险。你们做好准备了吗？我是顾家长女，应当起到带头作用。让我先来。苏雪，这一路都是你出功在前，2叔惭愧失信。这一回就让我当前锋，为顾家做些什么吧。先生，怎么会这样？回来吧，说明树苗对你不感兴趣，你任务完成了。这么简单，我下一个来。妈，救我！树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妈怎么被这棵树苗给吸住了？树先生，我3婶3妹怎么消失了？天意如此，他们已经成为树苗的养料了。天命不可违，或许这就是他们最好的结果。3婶、3妹，你们是顾家的功臣，你们对顾家的付出，我们将铭记在心，永世难忘。先生，还需要以血养树吗？既然有了养料，树苗对血就不感兴趣，但它还是会继续吞噬顾家之人。我们站了几个小时？叔，快8个小时了，您去休息吧，让我们年轻人来战。您再这样子会没命的。我能行，我这把老骨头还扛。顾总，顾总，顾总，不好，顾总没有气息了，顾总，顾总，顾总。你说什么？我父亲站了整整8个小时，活活累死了。松雪，我哥他去世了。树先生，求求你救救我父亲，他为了等你，在太阳底下活活站了8个小时，累死了。你说过不动则安，可是为什么会？谁说他死了？他只是休克，暂停呼吸而已。硕先生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那你现在可以去见他吗？我去开车。既然这么着急，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他。先生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快救我父亲！将这幅画放在你父亲身后墙上，稍等片刻。
雪儿，辛苦你了。爸，我不辛苦，您为了顾家操碎了心，我还以为这次再也见不到您了。多亏了舒先生出手相助。先生，打扰您清静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也不会来叨扰你，还请恕罪。不必言谢，有得必有失。华宏机械可以继续开张了。您的意思是，我们顾氏的劫难已经消除了？爸，只要保管好舒先生的字，顾家会平安无事的。雪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爸，以后女儿不能伴您左右了，我要跟随舒先生，服侍他一生一世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